一命二运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之命理讲堂。今天小酱之主要给大家讲讲，掌中有6种纹，抓金抓银手，复到99。掌纹又被称为手纹、掌区纹等，是手相学的重要内容。中国古书《玉管照神局》中则列有掌纹72种，称为掌法贵贱72格。手相中最常见的富贵格局大约有6种。1点三财纹，玉管照神局。三财纹上的分明，一生时运可昌荣，主命与财主有气，一纹冲破便无情。天纹感情线，人纹智慧线，地纹生命线，是先天3大主纹，是掌中三财。这里说的三财纹是特指手指与掌一般长，3条纹身长清晰，没有其他杂纹。所谓三财纹身家业广，治家必有一招先。这3条纹彼此之间也没有交叉点，一眼看去掌中一个川字，因此三财纹俗称川字掌，并有男人穿掌事业顺，女人穿掌财帛多的说法。2点三风纹，玉管照神局。三风堆起巽离坤，肉满高如枣样圆，光泽更加红润色，家中金玉有良田。三风纹指的是巽宫、离宫、坤宫3个部位比较饱满，像山峰一样。巽宫在食指根部之下，离宫主要在中指根部之下，坤宫主要在无名指根部之下。财在巽宫，官在离宫，禄在坤宫，这3个部位有一处隆起就很好，更别说是3处了。3点六宿纹，手相歌诀。六宿入掌中，处事好心凶，贫人成大富，谋直禄未丰。六宿纹在无名指根部下面，天纹上面，是两者之间的一条直纹，又被称为偏财纹、禄合纹、异禄纹。如果在六宿纹的一侧出现与它平行的短纹，相当于是一种辅佐，那更是锦上添花。这种掌纹在西方手相学里叫做财运线、创作线。如果六宿纹从无名指根部向下，一直延伸到掌心，甚至到手掌底部，这样的掌纹被称作禄马纹。有禄马纹的人大富大贵，如果再配上好的面相，有可能成为帝王身边的高人。4玉柱纹，玉管照神局。玉柱纹从掌直去，为人胆智必聪明，更得学唐文显现，中年必病败公卿。女人有玉柱纹，富裕之外，只是要里外操心，有管夫治家的现象，所以民间又叫当家纹。有的玉柱纹不够长，没有穿过天纹，但是与天纹、人纹、地纹交叉，共同形成一个字母 M 形状，这叫做 M 字纹。有 M 字纹手相的人，通常学问高深，或者是创业富豪。5点三奇纹，玉管照神局。三奇纹线无名指，一路分开3个纹，生在正宫并掌内，必作金门实禄人。这3条纹并驾齐驱，形成树的形状，所以又被称作摇钱树。掌中有摇钱树的人了不得，一生富贵，名利双收，能成大事。6千金直上纹，玉管照神局。人生若欲问荣华，千金直上一纹家，设使少年人得此，前程富贵几人夸。千金直上纹从手掌底部的前弓开始，呈一个大的弧形，朝离宫上行，穿过天纹感情线，进入离宫，甚至到达中指根部。千金直上纹通常又称之为冲天纹、通天纹。有冲天纹的人不富则贵，生活无忧。有的相书说手有通天纹，大成大败论，可能正是因为心狠手辣，不择手段，才导致结果不是大成就是大败。如果现在的你总觉得老天对你不公平，就好像什么事都针对你一样，事事都不顺，做生意亏本，
工作领导看不起，同事非议，生活一团糟，夫妻总是吵架，身体还毛病多多，总之一切都很糟糕透顶，没什么能随你心意的。第二，手纹上有着特点，都是先苦后甜，上半生辛苦，下半生幸福。首先来说一个案例，下面的这位女士手相福气很不错的，不论是从手掌的外形来看，还是从手掌的纹路来看，都是福泽深厚之人。女士的感情线很漂亮，前段走势清晰，后端分出3大支线，长短一致，3个大叉一样大小，这在手相学上称为凤尾纹，很稀少，命格富贵双全，有福也有财。尤其是感情线末端代表婚姻，此处凤尾纹出现表示女士婚后财福兼收，可等着要享清福。从你的手相流年上看，年轻时可能会辛苦一点，大贵之年在于45岁以后到来。手上事业线分别与智慧线和感情线相交，形成明显清晰的 M 字纹，说明你有做大事业的运势和基础，代表着有很强的聚财能力，生活中收入高，很容易存着钱，以后会是一个有权势的人，因为有权势，所以慢慢的会让自己变得很富有，凭借自己敢闯荡的精神，一定能够渡过难关。未来的婚姻状况非常好，会遇到一个与自己情投意合的另一半，家庭和睦，子女孝顺，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手相中的3条主线不是很好，感情线导纹分叉较多，婚姻线非常长，你的感情婚姻之路并不顺利，烂桃花非常多，恋爱期间你能感觉到不顺利，近2年还未有正缘的信息，正缘会比较晚，在感情上易有情伤，注意个人的情绪把控。财运在中年之后较好，会有贵人相助，金星带较短，思绪容易打死结，不懂得变通。建议在做事之前要先研究，等了解状况再做决定，免得陷入自己的死结中。自己辛苦赚来的钱，任谁都想将其存住，不要流走。但假如自己天生有就漏财命的话，又如何来化解呢？下面教大家几种方法，希望对您有所帮助。1. 戴戒指。假如你的手上长有漏财纹的话，可以通过戴戒指的方法来加以化解，也就是在食指或是中指上戴一枚金的或玉制的戒指，便可以减少漏财的几率。2. 购置不动产。钱花出去了，你手里没多少钱了，但你有房子、地皮，在当今房地产价格猛涨的中国此来说，不失为一种存钱的好方法。3. 将钱财交由他人保管。假如确定了你是一个漏财之人，那就不要在手上放太多的现金，如果配偶不漏财的话，便交由对方来保管。如果你还是单身的话，则可以将钱交给父母，或者干脆请理财公司帮你打理，都可以避免漏财的情况。第3，两指不碰头，夫妻难白头。一辈子注定多婚的手相之人，双重婚姻线，也就是指手掌中有2条平行的婚姻线。那么这种婚姻线代表着其人一生2次婚姻，而是说明自己的运势很容易受到婚姻的影响。所以一般来说，在结婚之后就可以迎来财运的转变，但需要注意避免因为过于关注事业和财运而忽略了夫妻之间的情感交流。你的事业财运方面只能说是一般，事业上要在婚后才能有一些发展空间，整体的财运也需要到中晚年。身体上要注意呼吸系统方面，此手相一旦遇到挫折，都比较容易急躁，心态的调整对你来说也很重要。感情婚姻方面，你会晚婚，经历的恋爱次数不会多，正缘会晚一点，27岁左右会遇到你的正缘。最后将五指伸直之后，小拇指向无名指的方向倾斜，或者是向外侧倾斜，
这种手相的人在生活中比较小气，属于那种很自私的类型。虽然心的善良，喜欢帮助人，但是却不会为了帮助别人而损害自己的利益。哪怕是为了朋友也是如此，朋友有困难他们会帮忙，但如果是借钱的话，那就算了。而且因为生活中太过重视利益，导致人缘一直也不是特别好。好了，今天的演讲从大拇指形状看你命运走势。算命看相以看手为首，人的五指可以伸屈自如，这也是和动物的区别之一。而大拇指强健有力，可单独活动，所以独尊大拇指为首，且在手相中尤为重要，代表了一个人的体魄、尊严、意志力。那么如何通过大拇指怎么判断一个人的运势呢？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一、从大拇指形状看。一、大拇指长直，又硬又厚。如果一个人的大拇指长得又长又直，且指头后硬的话，这种人大多意志力比较的坚韧，做事很有耐心，只要做就会坚持到底，不喜欢中途放弃，而且自律性非常的强，也很有上进心，领导力非常的强，只要决定的事情就会全力以赴，往往能够取得不错的成就。不过这种人也比较的固执和倔强，做事往往缺乏变通，而且缺乏同情心，往往不太容易亲近，也不太好相处，人际关系不太好。二、大拇指长厚而弯曲。如果一个人的大拇指长得比较长，指头厚实，但略微向后弯曲的话，这种人大多性情耿直，意志力坚定，但是心思非常的单纯，做事往往缺乏一些机智和权谋，没有什么心眼。不过心胸宽广，有着很强的交际能力，也懂得为别人考虑，有着很强的包容之心，心地善良，乐于帮助他人，人缘非常的好。遇到困难时也常有朋友出手相助，懂得进退和取舍，做事很有分寸，在金钱的使用上也是当花则花，当省则省，容易成功。三、大拇指短小，指尖薄。如果一个人的大拇指比较的短小，或者指尖比较薄的话，这种人大多也没有什么主见，有种随遇而安的心态，进取心不是很强，意志力也比较的薄弱，做事缺乏耐心，容易中途放弃，领导力不足，容易妥协，往往会成为别人的追随者。不过这种人大多善于观察人心，有着很强的敏感度，处事也比较的圆滑，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社交能力非常的强，非常的适合与人合作，通过合作往往能够达到心中的目标。四、大拇指内弯。如果一个人的大拇指无法挺直而略向内弯的话，这种人大多意志力比较的坚韧，做事坚持，但是性情比较的顽固，内心非常的封闭，喜欢戴有色眼镜看人，对他人喜欢抱有成见和敌意，做事往往不近人情，而且个性也非常的保守和内向，不善于与别人交往和交流，也不喜欢向外人透露自己的内心，自我意识非常的重，为人特别的自私，凡事都只想着自己，生活上容易陷入孤独，也容易被人孤立，事业方面也难有什么成就。二、从大拇指关节看。这里小酱汁要提醒大家，无论男女都以右手拇指为准。现在伸出右手大拇指，一起来对比一下第一指关节和第二指关节的长短关系。一、第一关节长于第二关节。拇指第一关节长于第二关节的人，性格普遍积极乐观，本身聪明有主见，他们对未来很有想法，不仅目光长远，善于规划，而且考虑问题很全面，习惯谋定而后动。据说第一关节越长，他的能力就越强，野心就越大，因为一直不满足于现状，所以这类人未来的成就不可限量。若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要尽早抱大腿哦。他们很执着，不撞南墙不回头，对于自己认定的人和事儿会坚持到底。他们很孝顺父母，不过和喜欢的人遭到家人的无故反对，他们也不会愚孝，会据理力争，不会轻易放弃这段感情。他们内心很高傲，不盲从于世俗，不会为了讨好别人而人云亦云。同时他们也很务实，习惯用简单实用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另外，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对自我的重视程度会远远大于对他人的重视，这种特质让他们充满魅力，所以这类人的异性缘一直都不错。
若你是男性，你有大男子主义倾向，爱面子，虚荣心强，习惯掌控一切。在一段感情中，你希望对方能够按照你的设想走，若他的行为超出预期，你会变得很急躁。不过你虽然很霸道，但也很负责。一旦决定和某个人在一起，你会主动承担起养家糊口的重任，会努力让对方过上好日子。另外，你很讲义气，很在乎朋友之间的感情，和你做朋友是一件很棒的事儿。若你是女性，你有大女子主义倾向，你独立，敢爱敢恨，足够优秀。在你的人生中，爱情从来不是主旋律，因为不愿将就，所以大多晚婚。但晚婚未必意味着幸福。虽然你的结婚对象条件还不错，但你性格太强势，总想在感情中掌握主动权，希望另一半能听命于他，所以在婚姻中很容易产生冲突矛盾。给你个建议，在一段感情中多发挥你的性别优势，要学会欲擒故纵，示弱撒娇。很多时候能被人宠着，为什么要硬抗呢？你要明白，硬碰硬是最愚蠢的做法。若你已经明白这一点，相信你距离幸福也不远啦。2. 两个关节一样长。在相学中，大拇指代表着父母，第一关节代表着父亲，第二关节代表着母亲。若你的拇指没有疤痕杂纹，意味着父母身体比较的康健。若大拇指第一关节和第二关节等长，说明你的家庭氛围很和谐，父母比较的恩爱。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小孩很有教养，懂得将心比心，明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你的情商很高，为人处事有一套自己的准则。因为和你相处很轻松，所以在工作和生活中你很受大家欢迎。不过你虽然喜欢热闹的环境，但你也需要独处的空间。一个人宅在家里能让你彻底的放松自我。另外，你的情绪控制能力很强，不会轻易发火。你做事也很谨慎，当你没有思考成熟或者组织好语言时，不会轻易发表意见。假若遇到观点冲突时，你会用比较婉转的方式表述自己的观点，绝不会面红耳赤地和人争执。在外人眼中，你看起来大大咧咧，可实际却心有沟壑。表面上你不爱斤斤计较，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实际上你心里什么都明白。虽然你很精明，但对于喜欢的人却很大方，而且讲究礼尚往来。无论对人对事，你不会一昧的索取，更不会一直毫无回报的付出。你能够很好的拿捏其中的尺度。在感情方面，你讨厌轻浮浅薄，只会夸夸其谈的人。虽然你很喜欢听甜言蜜语，但更看重另一半的真心。虽然你渴望浪漫的爱情，但你更看重现实的因素。所以你在结婚之前，一定会全方位考察对方的家境和能力。若你在他身上看不到未来，最终一定会离开。给你一个建议，在感情中你太被动了，总想着缘分从天而降，还幻想对方有颜有钱有身高，还只爱你一个，别做梦了。若你还单身，就主动一些，跳出舒适圈，提高交友的层次，脱单会变得很简单。若你正在交往中，就控制自己攀比的欲望，不要轻易拿恋人和别人对比，很伤感情的。3. 第一关节短于第二关节。拇指第一关节短于第二关节的人，性格成熟稳重，遇事宠辱不惊，属于大智若愚的类型。这类人不喜欢张扬，不喜欢吸引注目，虽然能力很强，为人却很低调。不过这类人对自己的要求很高，做事力求完美。虽然不爱竞争，但是对于自己分内的工作却能全力以赴做到最好。所以他们会是领导信任的左膀右臂，通常事业上也会顺风顺水，不会遭遇太大的挫折和起伏。这类人亲和力很高，让人感觉很好相处，所以他们人缘不错，很多人都喜欢和他们聊天。不过他们戒备心很重，从来不会主动表露自己的隐私和心事，也不会随便对人推心置腹，而且他们内心往往有一些小秘密，无论关系多么亲密，也不愿意说出来。这类人对待感情很理性，所以不会轻易动心。虽然恋爱经验比较少，但理论知识很丰富，大道理一套又一套，堪称感情导师。他们很明白良性沟通的重要性，所以闹矛盾时喜欢有事说事儿，很讨厌对方冷战或者是冷暴力解决问题。
因为看事情很透彻，所以这类人最容易在婚姻中过得幸福。这里小酱汁可以给你一个建议，有时候呢可以冲动一点，浪漫一点，去做你想做的事情，不要因为各种顾虑而错过难得的机会和缘分。另外，你太容易焦虑了，还经常失眠，建议找个机会出去走走，散散心，别总宅在家里，把时间都浪费在手机上，太可惜了。女人手有此特征，必定能够大富贵。如果一个人命中带财的话，是可以从很多方面看出来的，比如说从面相上可能就有特殊的地方，如果是专业的算命大师，肯定一眼就能看得出。再比如，他们还可能拥有富贵手相，哪怕颓废懒散，也照样能够成为有钱人。那么女人大富大贵的手相有哪些特征呢？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1. 指甲圆又红。如果一个人的指甲长得近似圆形且色泽红润的话，这种人大多身体素质比较好，整个人气血充足，精力非常的旺盛，无论干什么都会很有活力和干劲儿。这类女人大多个性非常的严谨，做事认真负责，而且善于打理钱财，善于经营，又不会胡乱花钱，工作能力和赚钱能力都非常的出色，一生财运亨通。如果娶到这种女人的话，全家都能够受益，大吉大利。2. 手掌厚实有肉且柔软。手掌很薄或者是手掌无肉都是骨头，这样的手相一般是没钱、无福、无财的手相。这样手相特征的女人只怕是个劳碌命的人呐。如果一个女人手相厚实有肉，十分的柔软，这样手相特征的人便是一个十分富贵、有钱、命运很好的女人。她们收入很高，财运很好，从来不缺钱花，家境很好，通常来说是出生于富贵人家的千金小姐。另外，这样手相的女人在事业上的能力很强，也会成为一个事业有成、婚姻幸福的女人哦。3. 左右双断掌。一般来说，女人掌有断掌是不太好的，因为大多数断掌的人都是单手断掌纹。如果女人的双手皆是断掌纹的话，这类女人大多个性极强，对人对己都有种狠劲儿。民间常说这种女人克夫，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这类女人性格坚毅，做事坚持，创造财富的能力非常的强，不但不会克夫，还能够帮助丈夫走向成功，可以兴旺丈夫的事业和财运，家中自然也是财源滚滚，能够招财进宝，为家中积累下不菲的财富，富得流油。4. 食指短。天生食指比较短的人，无论做什么事儿都很认真，尤其是对待工作，简直是一丝不苟。他们为人很实在，没有心机，深受大家信任。如果手指关节是凸出来的，那么则意味着他们的思想很独特，总有一些出人意料的想法，让人感到很新奇，而且能够把它们变成现实。手上有这种特征想法的人，在事业上会有很大的成就，能够富贵一生。5. 手中的线形成元宝形状。手中有很多线，一般有3线主线和其他的1线辅线。这些线如果构成古代的金元宝形状，即向上面宽下面窄的梯形，元宝形状越大，财富就会越多。有的人手中出现大元宝里面有小元宝的形状，这样的女人也会很富有。总之，这些元宝状的线代表着生活富贵。6. 手上有财库纹。说到手中的财库纹，自然是会与财运有很大的关系。手中的线相互交错中构成大的四方形或者三角形的人，甚至手中形成多个四方形或者三角形，这种形状为财库，代表着财富。不管男女，他们在财运上的运气会比较幸运，容易大富大贵。除此之外，女人手上感情线上方有一条平行的纹，叫做理财纹。女人手上有理财纹，具有理财观念和能力，通常是会大公司里面的会计或者是出纳，很会理财，无论是给别人还是给自己。7. 天纹清晰细绣。天纹是手掌中最上方的纹路，也就是西洋相学中的感情线。如果一个女人手相中的天纹到达食指下方，而且纹路清晰细绣，说明命主面对感情十分的真挚，个人的修养以及情操都很高尚。倘若能与门当户对的人结为夫妻，在今后的日子里相互扶持，能把家庭和事业打理得很好。8. 掌心凹陷。
我们的手掌心是手相中比较重要的，因为上面有很多的纹路。想要知道自己的手相有没有富贵的信息，可以将自己的手掌伸直。如果手掌的掌心部位出现了一个凹陷的坑，有明显的凹陷，这样的手相特征是典型的富贵手相，在生活中也十分的罕见。根据相术学的说法，手掌心有凹槽的手相称为聚宝盆。一般来说，这样手相的女人可以积累更多的财富，在生活中的财富会有很多，似乎所有的钱财、金钱、财富都会自动的往她们身上靠拢，她们可以轻而易举的得到金钱与回报，所以这样手相的女人非富即贵哦。9. 手指比较细长。手指的长短也是有说法的，短有短的说法，长有长的说法，而细长的手指在手相中是最好的。手指细长在好的富贵女人手相中分为2种，反正就是看起来协调一些就对了。哪怕是手指粗一些，但是自己整体看起来是和谐的，也是显得细长的，也算是作数的。其实每个人和自己相处久了，自己最了解自己，因此自己看也会更加准确。10. 食指和中指之间有一些缝隙。我们的手指是手相算命中的一部分，是能看出运势的。如果一个女人的手相中，食指与中指之间存在着一些细微的缝隙，这种手相特征的女人也是一个富贵命的女人呢。虽然她们有些放纵不羁，有些喜好自由，有些反感被约束的生活，但她们的大脑非常的灵活，心思细腻，思维缜密，是一个做事勤快、有头脑且非常努力的人。所以这样手相特征的女人必定可以成为一个富贵之人呢。11. 食指上有3约纹。一般情况下，在食指的关节处有一条横纹，叫做指节纹。如果有3条横纹的话，就叫做3约纹。有这种纹路的人，往往财运很好，一辈子不缺钱花，而且往往都是得益于异性的帮助而发财。例如，男人可能娶到很有钱的老婆，女人会嫁一个有钱的老公等等。12. 手上有2条玉柱纹。手上有2条玉柱纹，一条延伸到食指下面，一条延伸到中指下面，说明这类女性年轻的时候可能经济状况不太好，但是到了晚年绝对特别的有钱。她们可以享子女的福气，而且有机会得到天降之财。面对忽然到来的钱财，要保持淡定的心态，不可欣喜若狂，否则可能会影响到自身的健康运势。13. 事业线和生命线相交。事业线和生命线相交的手相，人们碰到的并不会太多，而且我们从掌纹上来看，事业线和生命线应该是比较重要的2条大线。如果这2条大线呈现一个相交的状态，那么这样的人一辈子都非常的顺利，事业上做得顺风顺水，而且还能得到财神的照顾，从而坐拥无数财富，让自己走上人生富贵的巅峰。14. 无名指根部丰满。无名指根部丰满的人是那种头脑非常灵活的人，而且也是比较敢打敢拼的。他们这种人非常的适合去做生意，他们的生意头脑是非常灵活的，所以说也能够赚取一大笔的财富，再加上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也是比较强，所以说能够达到第一个去赚钱的人能够大赚一笔。15. 水星丘饱满命富贵。水星丘的位置处于小拇指的下方，手掌伸直之后有略微的隆起，此处便是水星丘。一般水星丘比较饱满的女人有财气，有福气，且从性格角度来说，她们不但很精明，而且能说会道，一看就是属于那种很精明能干的女人。所以这样的女人做事情往往更容易取得成功，不是能够嫁入豪门，就是自己赚大钱，做老板，成为女强人。这些手相的女人都是属于有着非常好运气的人，她们都是属于那种有着亿万富翁的手相，通常都是能够赚到非常多的钱财。这种人的财运都是非常不错的，而且整个人的眼光也是比较好的，所以说能够进行投资理财，让自己的钱财越滚越多。1. 木型手相，土星丘发达，饱满，隆起，天生有横财命，容易中彩票。一般手型又长又瘦，比如说的纤纤玉手，都是木型的手相。一般来说，木型的手上面比较容易见到青筋。这个时候，如果位于你手相中的中指根部的那个位置，即相学上说的土星丘饱满发达，
明显比其他部位有肉时，说明你符合这个条件。那么你平时可以多买彩票，比一般人中彩票的机会要大，天生有横财命。2. 水形手相，火星丘多肉、饱满、凸起，也是容易的横财的命。什么样的手属于水形呢？简单来说，手指偏短，整个手型偏圆，手背圆带后，手掌多肉，都是水形手的特点。这种手相，只要火星丘发达，一般财运都比一般人要好、要大，偏财多，横财多。而火星丘有2个位置，一个位于生命线起始位置与拇指根部夹着的那个地方，即我们常说的大概虎口那里，便是其中一个火星丘。另外一个火星丘位于水星丘和月丘之间，可看图中。因此，水形的手相比一般人更容易得横财，更容易中彩票，因为同时有2个火星丘。3. 火形手相，金星丘异常多肉、肥厚、凸起，甚至突出一块肉，一般被视为财富巨大的标志。这个位置如果厚，对于火形手相的朋友来说，更容易得横财，有横财命，并且往往还会住上大房子、别墅或多实业或物业。一般手掌偏瘦，手指尖长，看起来干枯，指节突出，或是指尖不规则等，都是火形手相的标志。只要金星丘发达，都是有横财命的象征。而金星丘位于大拇指根部处。4. 金形手相，木星丘长得结实、多肉、隆起，占据了整个食指根部，那么就是有横财的手相。其实金形的手相比较容易判断，一般手型偏方，肉偏结实，不论是背还是手心，按下去都是硬硬的，一般就是金形的手相。而且金形的手相，手指顶端都比较平。而木星丘的位置便是食指根部那个地方。5. 土形手相，水星丘发达、饱满、凸起，也是有横财的命。相对于上面这4种手相，土形的手相不是那么容易被发现。其实土形手相就是木形与金形的手重叠在一起，因此那种手型偏长但又带方，另外整个手掌偏厚重结实的，就是土形的手。一般手长的又大又长又厚，基本上可以说是土形的手相。而水星丘位于小指根部处。6. 掌丘饱满红润，在手相学中，往往大家伸开手掌会看见手掌接近手指的区域会突出几个肉包，这个肉包便称为掌丘。掌丘就像几个在手掌上的小山丘一样，因此得名。如果大家发现自己的掌丘位置十分饱满，并且颜色略带红润，那这便是容易中大奖的长相了。因为在手掌上每个掌丘各有自己不同的含义，而如果每个掌丘均饱满红润，则代表此人的整体运势很强，因此中彩票的运气也强于他人，会因为感性因素购买彩票而赢得中奖的好机会。因此这种手相特征的朋友们，要在购买彩票的时候随心所欲一些反之，会增强自己的中奖财运。7. 多条财运线，在手相学中，有一条手纹象征着一个人的财运强弱情况，这条手纹叫做财运线，其位置位于无名指下方出现的数条手纹。如果一个人在无名指下方出现了多条这种竖形手纹，则象征此人的财运情况处于要依靠多方面并驾齐驱发展的状态。因此依靠大奖从而提升财运的情况也包含在其中。对于有多条财运线的朋友，在购买彩票时往往要理性与感性相结合的购买，才会取得大奖。因此既要分析彩票的一些情况，同时在购买时还要加上自己的感性色彩，便会中奖的机会高出很多，也是容易因为中奖而财运丰厚的朋友。8. 手掌上出现不动产线，不动产线是指连接太阳线和事业线的横线。
拥有这样手相的人，获得不动产的概率很高，而且手掌底下越出现不动产线，获得不动产的机会就越快。来源可以由父母赠送，也可以是自己赚钱得来。手掌有2条以上的不动产线时，表示那个人的不动产运很好，通过做不动产可以赚大钱。9. 手掌上出现直关线，如果手掌上出现了直关的线条，说明那个人天生就比普通人敏锐，有强烈的预感，通常在一些投机生意中突然闪现，赚大钱。例如每次买彩票、赌博都必中大奖，从而获得一大笔钱。但是这样的人一旦赚了大钱，就依赖于此，不能及时收手，也很可能失去钱。11. 断掌，在现实生活中，断掌是不太容易见到的，可以说10000个人里面有1个断掌就已经算可以了。对于有这样手相特点的人，很容易就出现了横财，因为断掌特点的人大多数都会有比较机敏的特点，所以更加容易在一些事情上找到了能够为自己增添了财富的东西，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往往会比一般人更加富有的原因。因此，如果是手掌出现了断掌的人，就不要慌张，因为肯定会有横财的运势在自己的身上。12. 倒纹，发横财的人手掌有倒纹，他们在生活当中一直十分平淡，没有什么大事或者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可是他们的手相决定了他们这一生一定会发上一笔横财，也许是闲来无事买来的一张彩票中奖了，又或者是偶尔的一点小投资突然取得了不错的收益，这都是一定会发生的事。发财不仅仅需要努力，而且还需要好的德性和修养，这就是所谓的中财靠德。13. 手中有手颈线的人，如果是手中有手颈线的人，这样的人财运也会很好的，容易得到横财运的，甚至会有一夜暴富的好机会，真的让人羡慕的。其实手中有手颈线的人做事方面相当的认真努力的，不容易被他人影响到的，会认真的实现自己的梦想，不管是多难的事情都会认真考虑的，当好机会出现的时候也能好好把握的，真的能让自己富贵的，生活会越来越好的。14. 智慧线分叉的人，智慧线分叉的手相是不错的，也就是说智慧线末端有向上分叉的，这样的人智商很高的，善于把握机会的，在工作中能发挥自己的才能，赚钱很多的，不仅是正财运很好的，其实他们的偏财运方面也会很好的，容易得到很多横财的，这样对自己的生活有很大的改变，会让生活越来越幸福的，真的让人羡慕的。15. 手中有直觉线的人，生活中能发现有些人是手中有直觉线的，这样的人天生就是很敏感的，有着很强的第六感的，经常都会想到好方法的，在生意方面是会更厉害的，通过自己的努力是能赚到很多钱财的，生活会无忧无虑的，不仅是正财运好，横财运也会很好的，经常都会得到意外之财的，但自己也要懂得收手的，不然会让你后悔的。如果你符合其中一种，先不说有没有横财，一生之中的财运一定颇为理想，财富的积聚与到来都比一般人要好要多，并且容易有一些偏财或意外之财。当然，这个世界没有不劳而获的事，也不主张不劳而获，该努力的时候，你还是得好好努力去经历。不是总有那么一句话吗？机会总是为有准备的人而留着的，我比较认同。比如运气一时不济的时候，不妨多充实自己，多努力学习，因为一旦机会来了之后，你想再充实自己，再好好学习，已经很难，几乎没有了多余的时间和精力。所以不要羡慕运气好的人，其实有些时候的运气不好，反而可以静下心来做点自己想做或感兴趣的事，这应该也是痛苦并快乐着。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我们下期再见。